秦总，秦总，今天想玩点什么？小骚蹄子，又痒了。今天我们玩2次，让对面2个人看怎么样。秦总，你好坏啊！我不坏，有机会吗？是，终于有机会可以杀了你！为什么这么做？我那么信任你，信任？你害得我家破人亡！3年来，我恨不得吃你的肉，喝你的血，越暴君亲人！到底是谁？拿地狱去见阎王吧！我在哪儿啊？我这是穿越了？先皇遗命，传位于大皇子秦渊，命丞相李斯辅国，共筑社稷。姚妃，你敢刺杀朕？你个傀儡，你妄想做皇帝，痴人说梦，不如让位给晋王！放开我！刚穿越就被人刺杀，这皇帝真是废物啊！敢惹我秦渊，真是找死！真香啊！这就是当今权臣李斯啊！陛下，臣得了一匹千里马，此马神骏无比，特来献给陛下。跟我玩指鹿为马？好你个奸臣！我就不信朝中无人帮我。李丞相，这分明是一只狗。你们认为是马的，站在我的左边；认为是狗的，站在我的右边。丞相说是马，便是马。朝中竟然全是奸臣党羽，我被架空了。此马神骏无比啊！哈哈哈哈！这果然是匹好马吧？好马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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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壮士无比啊！那它到底是马还是狗呢？这分明是一只狗！不错，朝中竟然还有一位忠臣。贱贼！祸乱君王，指马为狗，其罪当诛！陛下，陛下以为这是马还是狗啊？要是我答错，恐怕就要人头落地了。朕认为丞相说的对，这分明就是一匹千里马。陛下圣明。奸臣当道，这朝廷祸灾也罢了。陛下，臣有事启奏。陛下业已成年，理当选妃立后，繁衍子嗣。这老匹夫连我娶媳妇都要管，真拿我当废物了。臣等复议。准奏。宣秀女进殿。我倒要看看你给我挑了哪些美女。陛下，此秀女如何？丞相果然品味独特呀。你叫什么名字啊？民女李蔚然。此秀女如何？老东西，早晚有一天真要杀你全家！哈哈，
哈哈。陛下，这些秀女才情俱佳，均出自世家名门，不知陛下可有满意之人？丞相慧眼果然如炬耳，朕佩服。品味独特，奈何朕喜欢多大的女人？你懂的。陛下，此女或符合陛下要求。陛下，此女佳否？佳，甚佳。陛下，此女乃臣之养女，贤良淑德，贞静持恭，具有母仪天下之姿。臣以为可立为皇后。把养女送来给我当皇后，就这么想控制我？诸位爱卿有何异议啊？臣等故意。好，既然诸位爱卿没有意见，那就封穆清寒为后。陛下圣明。陛下圣明。陛下，老臣年事已高，恳请陛下放老臣回乡养老。看来这位是朝中唯一可以信任的忠臣了。眼下必须先麻痹李斯，稳住局势。苏密使，这丞相都给朕送美人了，意思啊？老臣不会溜须拍马、阿谀奉承之事。胡说八道！你就是瞧不起朕。朕听说你有个女儿，哗，给朕送进宫来。你德淑才貌，怎配嫁给皇帝？要什么德才？漂亮就行了。朕是颜控，只看脸。万万不行！朕娶你的女儿是你的福气，你还敢拒绝朕？为了女人殴打朝廷重臣，果然是昏君。陛下逼娶臣女，中间不便，是那昏君所为。哎呀，丞相给朕送美人，乃是国之忠臣。你不给朕送美人，大奸！哎，丞相，对于这种不忠不义之人，该如何处置啊？陛下，对这种不忠不义之人，理当革职查办，打入死牢，以儆效尤。丞相所言极是。你要是不把你女儿送进宫，朕就将你打入死牢，全家出斩。昏君啊，昏君，是非不变，中间颠倒，残害贤良。还干嘛呀？是不是？来人，给朕拖下去，给我打！昏君，昏君，昏君！重打10大板啊！10大板！丞相，朕今日立后，那这些秀女不如赐给众位爱卿。这些秀女啊，可都是丞相精挑细选过的。你们若是不收，就是在骂丞相眼光不好，打丞相的脸，不给丞相面子。谢陛下，谢丞相，谢陛下，谢丞相。君王昏昧，奸臣当道，大清江山飘摇啊！川儿，为父无能啊，只能把你嫁给那个昏君了。父亲无需自责，要怪就怪那昏君无道。为了您，为了程家，女儿愿意入宫。川儿，苦了你了。父亲您放心，女儿会保护好自己的。
妃，朕来了。肤如凝脂，瘦如柔夷，领如虬蛴，齿若护膝，峨眉禽首，巧如笑兮，美如汉兮。没想到这昏君还有些文采。你干什么？皇后，今天是洞房花烛夜呀！你说我要干什么？贵妃还在呢。正好大被同眠，来个一龙戏双凤啊！陛下，当心龙体。冷落你了，乖乖。肩若削成，腰如约素，红唇齿白，丹唇外朗，是个美人坯子呀！这昏君肯定是抄别人诗词。您站起来，贵妃。不如您先在一旁观看我和皇后的同房练习，您好学习一下，稍后再来服侍朕哈。昏君好不要脸，昏君果然荒淫无度。朕来了。爱妃，你越是挣扎，朕越是兴奋。今天让你体验一下飘飘欲仙的感觉哦。陛下，你先让贵妃出去，我好好服侍你。哦，皇后还害羞了。爱妃，你先回去，我们改日再战。喂，死吧，昏君！这可不对了啊！大喜的日子为何要杀朕呢？你奸佞小人，所冠民脂民膏，这是民不聊生。天下之人恨不得扒你的皮，吃你的肉。奸佞小人是你养父李斯才对呀，你去杀他干嘛来杀朕啊？李斯有高手护卫，我接近不了他。你跟他有仇，杀父之仇。所以他派你进宫，让你来刺杀朕。杀你是我自己的主意。那他派你来干什么？他让我给你生个儿子。好算计啊！给我生个儿子，然后再杀掉我，自己辅政，然后做太上皇。你怎么知道？你猜？你要干什么？当然是帮你完成任务，生个儿子。放开我，昏君！你都骂朕是昏君了，朕不睡你，岂不是对不起昏君这个名？要给你这个愚昧的昏君生儿子，我宁可去死！这个皇帝果然不是什么好东西，让人恨成这样。你还挺有骨气的，宁愿死都不愿意跟朕生孩子。正好明日倭国使臣来朕，让你看看朕这个昏君怎么搅弄风云，让你心甘情愿的给朕生孩子。吾皇万岁万岁万岁！陛下，太子进言，后宫不得干政。皇后临朝听政，有违祖训，与之不合。你是谁的人啊？我是陛下的臣。你是朕的人，你搬出太祖来压朕啊？我大禹以仁孝治天下，祖宗之法不可变。那你去问问太祖，看太祖允不允许我变法。陛下，这是什么意思？朕的意思是，你可以去见祖宗了。来人，给我拖下去，砍了！昏君，滥杀大臣，天理何在？李相，救命！李相，救命！陛下，滥杀忠臣，实非明君所为。皇后是你的女儿，她当众对皇后不敬，就是在打你的脸。朕这是在替你找回面子呀，丞相。拖下去。还有人要进言吗？这昏君今天怎么像换了个人？倭国使臣呢？陛下，倭国派兵30万，占领高丽，陈兵我国边境，既以我辽东之地，狼子野心，昭然若揭。倭环儿小邦也敢冒犯我大禹天威，速速派兵灭了他们。陛下，现在国库空虚，西部还在闹旱灾，军饷不足，士气全无。更何况倭国的使臣已经到达京城，臣主张割地求和。谈和？你让朕跟一个弹丸之国谈和，朕的面子何在？大禹的面子何在？宣他们进来见见。沈腾院长颈三郎参见天子。平身嘛。我远在辽东时，便听闻大禹皇帝乃是昏庸无能之辈，今日一见，果然所言非虚。大胆，竟敢侮辱我朝皇帝！我有污蔑皇帝吗？睁开你们的眼睛看看，那个昏君在干些什么！
你们天朝上国不是最讲礼法，堂堂一国之君，带着妃子上阵，堂而皇之的上下其手，丢不丢脸？没错，像你这样的昏君就应该退位让贤。哈哈哈，退位让贤，天下有谁比朕更贤德啊？哼，一个无能的昏君，还说贤德，真是渣也无才。猪圈里面找头猪，都比你贤德。这样的整天只知道纸醉金迷、花天酒地皇帝，绝对是一等一的废物皇帝。大胆！你敢辱骂朕？来人，给我拖出去砍了！陛下息怒，两国交战，不斩来使啊！就你这个昏君，敢杀我吗？我这30万大军，陈兵辽东，随时跃马扬鞭，挥师南下，剑指大禹。放肆！你敢威胁朕？就是威胁。难不成你敢杀我？这昏君就是纸老虎，终归无用。我朝皇帝原来只是一个放狠话的草包。你以为朕不敢？来呀，这里看，别让我瞧不起你！来呀，昏君！杀！陛下，万万不可！都说了，不要威胁朕。没想到这昏君也挺刚烈。竟敢无罪而诛，枉杀时臣！哼，不罪而诛。大禹乃天朝上国，统帅万邦，竟敢在朕的面前自称天子，自寻死路。这昏君还有些节制。你就无法斩断亲戚吗？朝有100万雄师，整个丹带随时可以攻破辽东，直逼中原。嗨，老子是穿越者，会怕你小鬼子？你要战，我便战。我有大禹此地千万。丞相，立刻向全国征兵，发往辽东。我倒要看看，这倭国有多少人命可以往里添。早听闻大禹行军不当，使人民如草芥。看来不是空穴来风啊！你若是来耍嘴皮子的，赶紧滚蛋！朕没时间在这陪你玩，有这时间，朕不如去宠幸一下我的皇后华爱妃呢。整天就想着那事，果然是无道昏君。听闻大禹能人辈出，文武全才，更是数以万计。今天就代表倭国向大禹提出挑战，尔等可敢应战访吴？有何不敢？你们是想文斗，还是想武斗？是想单挑，还是群殴呀？文武皆兵，我方将派出5人应战。可凡比试总该有些彩头。若你大禹输了，就要将辽东地区割让于倭国。可拿国土当赌注，昏君果然是昏君。陛下，万万不可！有何不可？辽东之地，乃大禹先主分6世余烈，用100年时光征战而来，岂可轻易给他人？好，来人呀，给我把他拖下去，重打50大板。陛下，臣犯了什么罪，竟然要杖责臣？身为兵部尚书，未占先切，丢人！臣为国谏言，忠言逆耳啊！这种不忠之徒，我这么处罚他没毛病。不过分。这昏君中间不分，还事事请示奸相，简直是昏聩至极。若是我大禹赢了呢？赢？有你这样的昏君，你们还想赢？朕只是昏庸，并不是傻。比试哪有一家出彩头的道理啊？丞相，你觉得呢？陛下所言甚是。好，若你大禹赢了，我就将高丽交予你。高丽本就不是倭国的领土，朕若是要，自会提兵去攻。那你们想要什么彩头？哎呀，朕正好缺个通房丫头，倭国的女王正好合适这个职务。你好大的胆子，胆敢侮辱我们女王！你们来挑战大禹，本就是自取其辱，朕只是成全你们。好一个自吹自擂的
昏君。别逼逼了，你就说敢不敢吧。有何不敢？好，那3日之后比试场见。一言为定。丞相，你立即组织朝臣应战。陛下这是何意？朕接下倭国战书，总不可能自己上场比试吧？丞相，你乃朕之股肱，助朕统领海内，治理天下。这点小事儿应该难不倒丞相吧？这昏君是真傻还是假傻？他这是准备把书的责任甩锅给李斯？臣遵旨。好，就这么愉快的决定了。退朝。皇帝这是在坑你啊！这要是输了，割地的责任就让您来背。这要是赢了，这就是皇帝的知人善任。怎么可能？他一个昏君，怎么会有这智慧？下官认为，昏君应下比试，只是谈色好面罢了。苏海啊，你去找几个工匠，把这图纸上的东西给朕做出来。是陛下。大玉皇帝，你们参加比试的人呢？丞相，我们组织的人手呢？陛下，由于时间仓促，臣还未找到可用之人。哎呀，那既然这样，那我们只能延迟几天再比试了，如何？如果今天不比，那你们干脆直接认输，将辽东地区割让于我国。既然如此，也只能这样。丞相，你觉得呢？昏君，你要是敢割让辽东，我跟你同归于尽！爱妃，不要杀朕啊！不要杀朕，朕都听你的，不割让辽东啊！这昏君在搞什么？果然是个昏君，竟然被一介女流打虐。朕这叫夫妻情趣，你懂个锤子你！哼，那你到底比还是不比？比呀，怎么不比？我大禹猛将如云，文将如雨，这台下的哪一位不是金榜题名？对付你们，绰绰有余。刑部尚书蔡勇乃是先皇钦点的状元郎，文采飞扬。丞相，你觉得如何？可以。左都御史李淳山乃是丞相的左膀右臂，想来也是个人才。陛下，臣才疏学浅，难当此任。才疏学浅，那你是怎么当上左都御史的？不会是买的官吧？臣愿为大禹出战。这才对嘛！有我大禹这样2位才高八斗、学富五车的大臣，还怕你们不成？臣定当尽心竭力，不负陛下所托。一共5局比赛，你们才2个人，2个人对付你们足够了。不过呢，为了公平起见，朕和2位爱妃决定加入。这昏君居然如此儿戏，把2国比试当成玩儿。此话当真？当真，朕乃天子，人出法随啊！大禹皇帝，你敢不敢加码？好啊，赌注是什么？赌命，输的一方任由赢的一方摆布。哎，这个好玩啊，朕喜欢。快点开始吧，朕有点等不及了。第1局比什么？比诗，我方派出的是大魏诗圣杜子腾。好，太爱卿，你有状元之才，想来文采飞扬。这第1局就由你来出战。陛下，臣怎么？你是状元之才，还会怕那个名声不显的杜子腾？陛下，杜子腾乃是大魏的诗圣，诗词冠绝9州，臣自认为不是诗圣的对手。既然认输，那就拿命来吧！住手！此乃大禹地界，岂容尔等滥杀无辜！愿不服输！大禹皇，你输了。
是他输了，朕可没输。堂堂一国之君，居然巧言令色，胡搅蛮缠。你是汉人对吧？是又如何？良心则无外兮，贤臣则主而事。朕平生最讨厌汉奸了。老头儿，不如你来跟朕比一句诗词。这昏君在干什么？居然敢跟诗圣赌诗！老夫耳闻大燕皇帝昏庸无能，不学无术，胸无点墨。你有什么本事跟老夫比？你敢还是不敢啊？有何不敢？你出什么彩头？刚刚你当着朕的面杀人，朕非常不爽。那这局的彩头，就以你侍卫的命和这杜子腾的命换朕的命，如何？他疯了吗？居然要以命搏命！一言为定。好，老头儿，你别说朕欺负你啊，你来出题。老子熟读唐诗宋词，虐不死你个狗汉奸！那我们以月为题，一炷香的时间，你看如何？朕不需要一炷香。明月几时有？把酒问青天，不知天上宫阙，今夕是何年？我欲乘风归去，又恐琼楼玉宇，高处不胜寒。起舞弄清影，何似在人间啊？转朱阁，低绮户，照无眠。不应有恨，何时长向别时圆？人有悲欢离合，月有阴晴圆缺，此事古难全。但愿人长久，千里共婵娟。昏君居然能出口成章，简直是奇才！这词构思奇拔，极富浪漫，绝对可以流传千古。好诗，好诗啊！一般一般吧。老头儿，到你了，来吧，展示。不可能！一个才疏学浅的昏君，怎么能做出这个好诗？这抄的，一定是抄的。对，朕就是抄的，抄文豪苏东坡的诗词。有本事你也抄一首。诗圣苏东坡，此人没见过。那是你见识浅薄。你的诗词呢？我写不出来，你就输了。我认输了。好，朕早就听闻啊，这青年骨髓旺，老年骨髓空，正好一直想找个机会尝试一下。今天我就拿你开刀。来人，给我拖下去！你这昏君暴君，竟然拿活人做实验！你猪狗不如，上天不放过你！当你与倭国人勾结的那一刻起，你就已经不是人了。给我拖下去，敲骨验髓！你是昏君暴君，昏君！启禀陛下，经查验，青年的骨髓旺，老人的骨髓空，是真的。既然验证好了，那就把他们拿下去煲汤，正好给我们的倭国使者加个餐。是。这局不能算你们赢，你们刚才已经认输了。可以，朕大气得很，这局就算你们赢。这局射箭，看谁射得准。可以。你们派谁出场啊？陛下，臣从小体弱，不善骑射。朝廷正是用人之际，你去推三阻四，朕养你何用啊？陛下恕罪，臣一心为国谋。臣若输了，辽东之地不保，臣便是大禹的千古罪人。有道理。陛下，臣愿意出战。不行，枢密使不在出战名单当中。那两位爱妃，谁愿意替朕出战了？陛下，臣妾学过骑射，我愿为国出战。呵呵，你们大禹是没有人了吗？啊，居然让一个女人出战！小鬼子别狂，赢了再说。赢？我们躺着都能赢。我们派出的是我国的大禹，回天3万，
它可以拉开4弹弓。小海子，去把朕的弓取过来。是。每人3支箭，谁能射到最远端的那个靶子，且靶子上留有箭数最多的人，就算赢。龟田，你先来。龟田3箭中2箭。这弓怎么这么轻啊？我赢了。你们作弊！作弊！我爱妃众目睽睽之下，怎么可能作弊？你们是输不起的嘛？龟田三郎输了，他的命就是朕的，朕想杀便杀。好，别得意，还有2局，胜负尚未分晓。比什么？下一局我们比速度，2个人同时出招，活着的那个人就算赢。规矩是什么？没有规则，活着就是规则。好，那这一局朕亲自下旨。陛下，万急之需，深系天下安危，不可轻身涉险了。聒噪！朕做事用你教吗？这昏君在搞什么？云无戏言，若是你输了，你的命就归我了。你们赢了再说。预备，开始！大人，时代变啦！你不讲武德，你又暗器。是你自己说没有规则的，怎么能怨朕不讲武德呢？再说了，他输了，他的命也是朕的，朕只是提前处置了而已啊。这也行。这昏君手段虽然无赖，胜之不武，但也算拿下了第一局。你们认不认输啊？认输。哎，朕为大禹赢下了这一局，你们怎么不恭贺朕啊？啊！哎呀，陛下神武，陛下英明！呀呀呀呀呀！唰！爱妃，回位。别扯这些没有用的，还有第4局。比什么？比算学。这孙子是提着灯笼上厕所找屎呢！哼，老子高数满分，居然敢比算学！你们要派谁应战？陛下，臣不善算学。你这也不行，那也不会，朕养你何用呀？踏实去，秋后问斩。陛下，冤枉！陛下，冤枉啊！冤枉？你冤枉个屁！你冤枉！上不能匡主，下无以益民，整天尸位素餐，蝇营狗苟，朕留你何用啊？拖出去！陛下，杀了李春山，我们可就没人了。朕不是还有皇后呢吗？陛下，臣妾做不到啊。若是你做不到，那就大大方方的认个输，把皇后交于我，然后把辽东之地割让给我。皇后只是自谦，你懂个屁呀你！尽管放马过来。好，若是皇后能够在遗嘱响的时间内算出来，就算你赢。那就赶紧出题，朕还要抓紧时间和2位爱妃走人。庭有一物，不知其数，33数之胜2，55数之胜3，77数之胜2。问物几何？这他妈不是小学奥数题吗？点香吧。昏君怎么可能？你亲朕一口，朕就告诉你答案。真的？朕从不骗人。23。还有2个答案，你要是今晚答应陪朕睡，朕就告诉你。
朕与皇后新婚燕尔，难免情不自禁。啊，冷落了这位爱妃。你们尽管玩，时间不多了。皇后想出答案了吗？敢问贵使，这道题有几道答案？一个，明明有3个。不可能。朕的皇后不可能算错，一定是你搞错了。肯定是你们错了。不如我们再赌一局，若是你错了，朕就把你阉了；若是皇后错了，朕将燕云州割让给你们，如何？此话当真？当真。万万不可啊！陛下，燕云之地乃中原门户，一旦失去，中原便将无险可守啊！大胆！连皇后都敢质疑，你想造反吗？陛下，朕的中国之心日月可见呐！朕要不是看着贵妃的，今天就把你就地正法。大有，当真要走？朕一言九鼎。好，那就让皇后把答案说出来，大家自有判断。皇后，再说给他听。23，233，338，23，233，338，都听清楚了吧？不可能，不可能！陛下，皇后的答案完全正确，恭喜陛下，恭喜皇后！两位爱妃今日为国立功，朕今晚一定好好奖励你们。来人，给我把他拖下去，送去净室房，阉了他，然后送出境。哦，对了，别忘了把倭国女王接过来，当朕的通房丫头。陛下，你在干什么？猜，你这是准备对付李斯？李相有功于朝廷，有功于社稷，朕为何要对付他？那你这是……一个丞相，他的职责是什么？皇帝的助理。一个助理想要掌控皇帝，那他就越界了，越界了就要受罚，就像皇后一样。我怎么了？你要干什么？啊！你干什么？放开我！白天你可答应过朕的。你无赖！你是朕的皇后，咱们行房合法。昏君，你放开我！朕既然都是昏君了，都要沉迷酒色恋上。疼，你轻点。前酒人前共，软玉枕边游。回眸入暴走，含情痛。轻踏狼腿，见闻声颤，微惊惶。如此厌世，没羞没耻。也不知道昨天晚上谁那么享受。你就缠我身子，下贱！哎呦，朕本来就是昏君，是个下流坯子，你还非要凑合？混蛋！哎呀，陛下，太妃有请。苏海啊，你立即抽调精干人手，组建梅花内卫，监控朝廷和后宫的一举一动。母妃，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啊，朕可想死你。放手！我可是你母妃。朕不放又如何啊？昏君，你想干什么？闭嘴，抬头看着朕，回眸一笑百媚生，六宫粉黛无颜色。朕现在终于明白父皇为何要从皇叔手里面把你抢。你们父子俩没一个好东西。那朕的皇叔就是好东西了。当然，晋王殿下英俊潇洒，才貌双全，有情有义，乃人中。这骚货果然跟晋王有一腿啊！刑部尚书、礼部尚书和左都御史的接替人手，你都安排了吗？是太妃想知道，还是晋王想知道？有区别吗？当然有啊。若是太妃想让晋王知道，就亲朕一口，朕就告诉你。你敢轻薄先帝遗孀？
先帝遗孀不也整天想着红杏出墙，便宜了别人不如便宜了别人。昏君，亲还是不亲？呵呵，这太妃原来还是个恋爱脑啊！你可别被别人卖了，还帮别人数钱呢。陛下，陛下不好了，江南发生水灾，大臣们在等着陛下拿主意呢。你还没告诉我答案。晋王若是想安插自己的人手，总要付出点代价的。你想要什么？朕要你。陛下，江南发生水患，百姓流离失所，哀鸿遍野，饿殍满地。丞相为何不救灾啊？如今国库缺粮，况且还要应付倭国出兵辽东，无法救灾。存粮不足，可以给百姓吃肉啊。不是，朱爱卿这是什么表情啊？朕说的不对吗？何不食肉糜啊？陛下昏聩呀！百姓连饭都吃不上，哪能吃上肉啊？百姓不吃饭，他们吃什么？6部里面谁负责赈灾？启禀陛下，由户部负责。那你来告诉朕，大灾之年百姓吃什么？这大灾之年，条件好一点的百姓吃麦麸、米糠、野菜；条件不好的百姓吃树皮、树根、观音土，乃至一子而食。怎么？一子而食？这帮刁民还是人吗？连孩子都吃？陛下，行将饿死的百姓已经不是人了。只要我能活下去，他们什么都吃。这样的刁民饿死就饿死吧，那就不用救灾了。陛下，万万不可！丞相此言何意啊？若不赈灾，灾民就会铤而走险，起兵造反。江南乃我朝抚税重地，乃国之根本，不容有失。那就户部负责救灾吧。陛下，国库没有余粮了。粮？谁说要给他们吃粮了？这样的刁民，喂他们麦麸跟米糠。陛下，万万不可！麦麸米糠那是喂牲口的粮食，怎么能给人吃呢？给他们吃的就不错了。这样的刁民连孩子都敢吃。陛下，这个事儿就这么定了，谁敢多言诛九族？李爱卿啊，这个事情呢，就交给你去办了。臣遵旨。前些日子呀，太妃跟朕说，先帝给太妃托梦，想让朕呢在金陵紫金山上建一座升仙观，供先帝灵魂升仙之用。诸位爱卿，觉得如何呀？陛下，神鬼之说乃是虚无缥缈之事，若凭太妃一句话就徒劳名利，恐怕不妥吧？我大禹以孝治天下，枢密使这是想让朕于不孝？陛下，臣绝无此意。丞相觉得呢？陛下一片孝心，乃万民之幸。那既然丞相同意了，传旨吧。宣旨，即刻征发徭役，于金陵紫金山上修建升仙台、避暑山庄，以供先帝享用。昏君啊，明明是你自己想享用，却假托先帝之名。程姐，你再敢胡言乱语，信不信我把贵妃拖出去砍了？你，陛下，现在江南正在闹水灾，此时大兴徭役，恐怕会激起民变。朕都给他们麦麸和米糠吃了，让他们干点活怎么了？还要造反，简直岂有此理啊！自古以来，朝廷救灾乃是天经地义，
这天底下就没有天经地义的事儿，这个规矩得改改啊。此举恐怕招来非议，有损陛下英明。那就换个说法，叫以工代赈。不干活就没饭吃，饿死这种刁民。丞相觉得这个主意如何呀？一呢，能体现朕的孝心；二呢，又能救灾，一举两得呀。陛下英明。好，那这个事情就这么愉快的决定了。还有什么事吗？没什么事儿的话，朕要回去和爱妃玩了。啊，退朝！退朝！昏君，昏君，居然敢给灾民吃麦麸和米糠，你还是不是人了？妹妹不要激动，陛下这么做肯定有他的道理。道理？他把灾民当牲口，他能有什么道理啊？你跟你爹都是没脑子，成天就知道打杀。那也比你这个昏君强吧？昏君，朕是昏君，那你来告诉朕怎么做。自然是开仓放粮，赈济灾民啊。开仓放粮就能让百姓吃得饱饭吗？那是当然。开仓放粮只会死更多的百姓啊？怎么可能？如果开仓放粮，地方官吏必会伙同商人贪墨粮食。他们怎么敢贪墨灾民的粮食？一有适当的利润，人的胆子就大起来；有一番的利润，他们就跟蔑视反；有三番的利润，他们就能冒着掉脑袋。那不会有人检举他们吗？检举？谁来检举啊？从下到上都是他们的人，就算有人想检举，早就被他们灭口。可是就算是贪墨，他们也不敢全贪，灾民们也能吃上饭啊。百姓是能吃得上饭，一顿饭一碗米汤，他们能吃得饱。他们吃不饱，他们就会高价去买官员手里的粮食，所以他们会趁机哄抬物价。是，钱花光了怎么办？卖地，地卖光了怎么办？贪官就逼他们卖儿育女。这些人就该被千刀万剐。你要赶紧派人把他们抓起来啊！抓？怎么抓？你有证据吗？没有证据，派人去查呀。好，朕派你去查。在你到之前，他们早就把粮食一把火烧了，人都杀了灭口跑了。这些人怎么这么可恶？这个世界上呀，最可恶的就是人心。为了钱，他们什么都干得出来。那你也不能给灾民们吃麦麸跟米糠啊！只有这样才能保住他们的命啊！啊！陛下，这话怎么说？这麦麸啊和米糠都是喂牲口的，利润不高，这些贪官呢也就不会冒着掉脑袋的风险去贪墨了。可是麦麸不是给人吃的，那灾民还能算是人吗？你说什么？朕的意思是啊，在这大灾之年，行将饿死之人，别说是米麸跟麦糠了，就是树皮跟草根，他们都吃得下去，甚至连孩子，都是他们眼里的一头肉。你以为朕毫无人性是不是？是。好，好，好，你忠我奸，你贤我庸，天下清明被你占了，天下恶民都由我来当，好不好？你本来就是昏君。那朕告诉你，1斤米可以换3斤米糠，原本可以救活1个人，现在能救活3个人。换你，你怎么做？当然是救3个人了。啊，你看，你不是也做了一样的选择吗？治国之道，大善无情，小善止恶。这么说，你还是个好皇帝喽？不，朕是昏君。你为什么自甘堕落当昏君？因为昏君做事情可以不受约束啊，不像明君，做什么事情都要畏首畏尾。所以，昏君是你装出来的，对吧？这还真不是，朕就是本色出演。当个昏君多好呀！就比如说，谁也不知道朕下一个的要怎么样。你不会又在给谁下套吧？都是朕的臣子，朕怎么下手？你这是什么意思？李丰捏造谣言，蒙骗于朕，欺君之罪，暗里讨好。
他怎么蒙骗你了？他公然在朝堂之上告诉朕可以用米糠救灾呀，可以给灾民吃呀，然后误导朕，让朕用米糠救灾，这不是欺君是什么？你这是准备甩锅了？哎，朕可没准备甩锅啊，朕只是受到奸人误导，幡然醒悟而已嘛。你就是个无赖。陛下，江南大水已经退止，灾民们以工代赈，虽然吃的不好，但至少活了下来。苏海啊，你替朕传旨下去，征集天下能工巧匠，朕要建一座瑶池，以酒为池，悬肉为灵，招天下美女共饮。陛下，此举恐怕引来非议，那些御史会攻讦陛下的。想攻讦攻讦呗，朕想干什么干什么，管他们做什么。叶儿，礼部尚书、刑部尚书和左都御史这3个位子，我必须得拿下来。王爷想让我屈身使贼？蜜儿，我也想与你长相厮守，可是我现在无权无势，我根本就无法保全你。王爷，我愿着红妆与你私奔，从此浪迹天涯，哪怕吃糠咽菜，我也九死无悔。天之下，莫非王矣。我们2个又能逃到哪去呢？只有我登上95之位，我们才能够永远在一起。王爷，皇帝的宝座对你来说真的那么重要？蜜儿呀，我们2个为什么不能够永远在一起？不就是因为皇兄是皇帝，他有权有势吗？蜜儿，本王是真的不想你受到任何伤害，真的。王爷今日要了我吧？不行，蜜儿，如果我要了你，那个昏君肯定会发现的。怎么，太妃唤朕前来是想朕了吗？北方有佳人，绝世而独，一顾倾人城。太妃之美颜，真是让人欲罢不能啊！是不是只要我答应你，你就把刑部尚书、礼部尚书、左都御史都交给靖王？只要太妃把朕伺候舒服了，你的愿望朕都可以满足。你想怎样？朕最近研究出一套新玩法，捆绑滴蜡小皮鞭，走遍天下一招鲜。这是朕刚发明的新玩法，太妃可有兴趣？你龌龊！这怎么能叫龌龊呢？这是男人的情绪，男人最喜欢的就是征服女人，尤其是像太妃这么美丽的女人。你无耻！哎呦，既然太妃这么说的话，那朕就不勉强太妃喽。等等，怎么，太妃舍不得朕啊？你说话算话！朕乃天子，一言九鼎啊！你想怎么样？来吧！哎呀，看来这太妃还真的甘愿为了晋王献身于朕。你少在这里说风凉话！朕的女人，不论是身体还是心，都得属于朕。朕有一天会让你知道。昏君，你出尔反尔！官，朕可以给晋王，他坐不坐得住，看他自己的本事。擦玻璃，擦玻璃，哎，陛下，别在那浪着呀，跟着跳起来！好，来，擦玻璃。弟兄黑丝小，都是这男人刮骨刀啊！是，老色批诚不欺我呀！陛下，对，说好咱哥俩今天得拜个把子啊！臣李斯参见陛下。陛下，来，丞相，您请。来，丞相，你看，这是朕发明的天魔符，让男人欲罢不能啊！
陛下，终日沉溺于靡靡之音，亲近女色，会耽误朝政啊！丞相，朝政不是由您操持的吗？朕不需要过问。现在朕最重要的大事情，生个孩子。陛下所言甚是。若陛下有了子嗣，便可立为太子，以固国本。皇后也是这么说的。陛下，这礼部尚书、吏部尚书和左都御史之职，臣拟了一份名单，还请陛下定夺。哎呀，丞相你来晚了，朕已经答应了太妃。太妃说晋王想安排几个人。什么？后宫怎可干政？这太妃怎能插手朝臣安排之事？太妃说，只要朕允了此事，太妃就让朕依亲芳泽的。陛下糊涂啊！这晋王乃是藩王，让他留在京城，已经是陛下法外开恩了。他晋王居然敢插手朝廷之事，哼！狼子野心，招人若揭，是吗？哎，这怎么办呀？朕已经答应了太妃，要是朕出尔反尔的话，朕就不能跟太妃。哎呀，你懂的呀。臣即刻发动朝臣，弹劾晋王。好，一切都由丞相你做主。臣告退。哎，丞相慢走啊！哎，你们这舞跳的忒没意思。朕教你们一个技艺太美啊！走了吧，陛下。陛下这招驱虎吞狼之计实在是高，育人之术重在平衡。眼下李斯一家独大，非长久之道。现在李斯、晋王、枢密是三足鼎立，联若抗强之势已成。朕叹息。你父亲向来是独善其身，从不与人联合。哎呦，那就要爱妃你帮帮朕了吧？我才不帮你这个昏君呢！那就只能朕亲自出手了。陛下，晋王狼子野心，鉴于皇位已久，你就听之任之。晋王篡位乃是先界之计，李斯谋逆才是心腹大患。你就这么有把握对付晋王？不用朕对付，他李斯自会出手帮朕对付晋王。朕这就行。那你打算怎么对付李斯？丞相，昏君内斯把3个位置都给了晋王，他是不是疯了？哼，为了一个女人，居然养虎为患，真是不堪大用。什么样的女人有如此大的魅力？甄宓。什么？那可是先帝的女人。昏君如此色胆包天，如此不好吗？正好用这个借口废掉他。丞相所用极时，那晋王怎么办？搜集晋王的罪证，找人弹劾他。陛下，梅花内卫来报，户部尚书李丰赈灾期间贪墨麦麸、米糠50万袋，卖给了北元，得银20万两。这个李丰啊，要是从长，肯定能成巨富。要不要将这李丰抓起来？把李丰的罪证交给晋王。是，陛下。陛下，臣弹劾户部尚书李丰贪墨赈灾2款，以致江南百姓饿殍满地，尸横遍野，多地灾民举旗造反。丞相，那你看这该如何处置啊？陛下，绝无此事。若是粮食，或许有人贪墨，可此次赈灾的是麦麸、米糠，试问他们贪墨了，又卖给何人？丞相所言极是啊。陛下，臣有确凿证据，户部尚书贪墨麦麸，卖给私人马场，得赃银20万两。陛下，请看。这李丰好大的胆子啊！居然敢私吞赈灾粮食，卖给北元。陛下，晋王的奏折口说无凭，不可作数。
这丞相所言也有理。哎，那这样，苏海，你传旨下去，先将李丰打入大牢。是陛下。陛下，你同三司会审李丰。陛下圣明。陛下，万万不可！皇叔此言何意？陛下，李丰乃是李相的堂弟，由他主审，恐怕难以服众。陛下，那既然这样的话，你确实得避避嫌。哎，不如这样，让朕去审他。朕还没审过案呢，应该挺好玩的吧？陛下万万不可！陛下乃万圣之躯，怎可降罪于贵，审讯一个罪臣？哎，丞相无需多言，3日后朕亲自提审李丰。正好朕还没去过刑部呢，有好多有趣的刑罚朕还没见过呢。李丰呀，朕最近发明了几个新鲜玩意儿。这个呢叫炮烙，将人绑在铜柱上，用炭火烧铜柱，人就会被烤熟。这个呀叫菜盆，将人衣物脱光，推入盆中，任由万虫叮咬，可谓惨不忍睹呀！陛下饶命！还有一种死法呢，叫凌迟，把你身上的肉一片一片割下来，总共要割你3600刀，但你不会死，直到流干你身上最后一滴血，你才会死。陛下饶命！陛下饶命！大胆李丰，贪没赈灾粮草，还不从实招来？臣招，臣招。朕要建瑶台，缺钱，缺很多很多的钱。听闻这上面的人家财万贯，你懂的。罪臣明白。李丰呀，你办事朕放心，你帮了朕，朕是不会忘记你的。谢陛下，大喜呀！大喜！喜从何来？殿下，宫内提携四出，操了近30名官员，大多都是李斯的心腹，操了近3000万两白银啊！没想到这秦渊还懂得审讯之道。昏君哪懂得审讯之道？无非发明了什么炮烙、菜盆、凌迟之刑，手段极其残忍，无非靠这些才得到了李丰的口供啊！好，这秦渊不但昏庸无能，还残暴不成。到时候本王就可以名正言顺的取而代之。那些被抓的官员现在关在哪里？刑部大牢。找人告知他们，把嘴给本相闭严实。那昏君发明的刑罚，恐怕没几个人扛得住啊。扛不住也得扛，让他们选是死一个还是满门。是，我明白了。禀报丞相，皇帝下旨用曹操的钱财来建瑶台。哼，昏君，什么茶贪墨，分明是想借机敛财，修建瑶台以供自己享乐。丞相，这多好啊！到时候废除昏君，又多了一条理由。昏君居然敢用抄来的银子修建瑶台，供自己享乐！爱妃呀，能不能不要动不动就拿剑来吓唬朕呀？今天要是不给我说出个子丑寅卯来，我绝对不会放过你。妹妹，陛下这是要让百姓富起来，让百姓富起来，他搜刮的可都是民脂民膏啊！就算收刮的都是民脂民膏，那你能还给他们吗？那也不能用来修建瑶台供你享乐啊！妹妹误会了，陛下建瑶台是用以工代赈的方式，百姓干活就有钱拿，有了钱啊，他们就能吃饱穿暖，这叫取之于民，用之于民。他会有那么好心？那要不朕把成命收回来？别，你好不容易做件好事儿，在你眼里朕就这么不堪啊？不堪，很不堪。所以你为什么大发善心？陛下这是要用投资基建拉动经济。什么叫基建拉动经济？朝廷建瑶台需要人手和原料，原料生产商有了生意，他们就会雇人，百姓挣到钱就会消费，
这样更多的商号就会涌现到市场上，我们朝廷收商税，再投入瑶台，这样经济就形成了一个良性循环。原来如此，没想到这昏君懂得还挺多的。朕啊，只是略懂，其实朕更懂素女经跟洞玄子。素女经跟洞玄子是什么呀？你晚上来朕房间，陛下，好看吗？哪里好看？你为何在此？妹妹，这色批偷看你洗澡。爱妃，剑下留情话，给我个理由先。当时那把剑离我的喉咙只有0.01公分，但1秒钟后，那把剑的女主人会彻底原谅我，因为我决定说一个谎。爱妃，你知道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吗？不是生与死的距离，而是你在我的眼前，你却不知道我爱你啊！你们继续谈情说爱吧，我就不在这儿打扰了。姐姐，你先别走。爱妃，别走。你个色批竟然偷看我洗澡！你我二人也是夫妻，早晚会坦诚相见的。偷看一下怎么了？你不是说想看洞玄子和素女经的书吗？这给你带来了。你怎么拿这种淫乱的书糊弄我？这为什么是淫乱的书啊？这可是医书呀！医书怎么会有那种不正经的图画？夫妻乃人伦之始，既可享闺房之乐，又能延绵子嗣，这怎么能是不正经的书呢？爱妃，你看，这个图叫龙幡，药到病亡；这个图叫缠缚，用之七伤自处。那个爱妃啊，不如我们试一下。不要！你要干什么？皇后说，女人说不要就是要啊。昏君，放开我！你的皮肤好滑好嫩啊。疼，轻点儿。爱妃，朕来了。昏君，你终于得偿所愿。这话我应该反过来说吧？是谁昨天晚上花样一个接一个的，搞得朕腰都酸了。那臭流氓，你就是馋我身子。爱妃美言不可方恶，朕若是不馋你身子，就不是男人了。你要补偿我？可以啊，想要什么补偿随便提。建设瑶台的钱交给我管。你会管账吗？不会，我可以学呀。可以，朕正好有一条富士记账。你还会管账呢？朕乃天子，有什么不会？嘚瑟。总之啊，你就记住一点，富士记账法的核心就是有借必有贷，借贷必相等。没想到你这昏君还有点真本事。朕岂止是有真本事，朕是太有真本事了。这天下人的才华共一担，朕独占9斗，其他庸人共分1。我看这天没法聊了，说你胖你还喘上了。朕说的是实话而已。那你为什么要当昏君？这文武百官觉得大于重政严府，国力蒸蒸日上，实则大于故障顽疾积存已久，江山早已风雨飘摇。朕不昏庸，怎么会朝堂上的正人君子对抗？陛下，陛下，晋王携山东与关陇门阀士卒求见。宣山东与关陇门阀士卒求见。见过陛下。二位前来所为何事？曹民代表山东与关陇门阀士族，请求陛下罢黜科举取士，重新采用荐举制。罢黜科举制，这科举制乃是先皇所创，您二位这是要陷朕于不孝啊！皇室与门阀士族共有天下，这是自古以来的规矩。先帝坏了规矩，
陛下应该拨乱反正。什么规矩？这怎么没听说？陛下可听说千年世家，百年王朝？略有耳闻。那陛下可知为何世家千年不倒？因为世家掌握着书籍，有了书，世家子弟才能读书明理，帝王治国安邦，才能有好帮手。二位这是想凭借世家手中所拥有的书籍，把危险着呢？对，区区书籍而已，朕想要多少就有多少。哼，癞蛤蟆打哈欠，好大的口气！连造纸都是由门阀士族掌握，哼，你是想要多少就有多少。哎呀，让朕罢黜百家，倒也不是不行。不过朕有个条件。不知陛下有何要求？朕听闻扬州奇花绮丽，且美女如云。朕想修一条运河下扬州，还缺3000万两白银。3000万两，你怎么不去抢？如果你们不给，朕就连开3年科举，每年从寒门和庶子中录取3000人。昏君，你敢？朕有何不敢？来，爱妃，帮朕拟旨。陛下，凡事好商量。现在想商量晚了，4000万两白银少1分都不行哦。陛下，如果你废除科举取士，这笔钱我们世家出。好，好，好，只要钱到位，什么朕都会。不就是罢黜科举吗？朕现在就下旨。好，一言为定。空口无凭，立字为据。陛下，糊涂啊！取消科举取士，门阀士族会继续把持朝政，凌驾皇权之上。皇后放心，科举取士虽然能打破门阀士族的世袭，激励百姓读书，但科举取士考的都是四书五经，与治国无益。陛下，这话是什么意思？四书五经修身齐家上口，但真正的治国平天下，还得靠理工科。理工科？什么是理工科啊？理工科包罗万象，有算学、天文学、医学、机关术等等等等。臣妾虽不懂陛下所说的理工科，但是臣妾猜得出，陛下肯定又在给门阀士族下套，准备坑他们了。下套？下什么套啊？哎，朕乃天子哈，怎么能随便给别人下套呢？既然朕答应了门阀士族，那一定就得做到，不算下套。但是陛下想另起炉灶，恐怕很难。皇后这是何意啊？造纸术掌握在门阀士族手里，陛下想推行理工科，不就是造纸术吗？朕信手拈来。你可真爱吹牛！造纸术可是门阀士族的不传之秘。造纸以树皮、竹子、破布、麻头为原料，经过搓、烘、捣炒等工序，简单。就算陛下会造纸，那书籍呢？抄一本书至少2-3个月。朕有一门技术，名叫印刷术，一日可印上千本书。一天怎么可能印上千本啊？这就是印刷术？大同小异。你是什么脑子？怎么想出来的？朕早就说了，朕才高9斗，学富五车。说你胖你就喘。苏海啊，你一会儿呢，按照这个纸上的工序，去找工匠做一批纸出来。是，陛下。没想到秦渊居然如此昏庸，为了4000万两银子，连科举制都要废除。王爷，这可是好事，只要昏君敢废除科举取士，天下读书之人就会群起而攻。到时候王爷镇手一呼，大事可成啊！真是天助我也，天助我也！王爷，
宁静笼络了门阀士族，又坑了昏君一把，可谓一箭双雕啊！本王现在都有些快等不及了。没想到这昏君还有点人品，拿了钱，还真的下旨废除了科举取士。4000万两换这么一张纸，真是亏大了。唉，王兄，这目光要放长远一点。哦，此话怎讲？只要朝政由我们门阀士族把持，用不了10年，我们就可以连本带利的收回这4000万两。也对。老爷，不好了！皇帝下旨，征召全国的读书人参加公务员考试。什么？昏君敢耍我们？昏君，你言而无信，将钱还给我们。说话要有理有据啊！朕什么时候言而无信了？拿了我们的钱，为何还要开科举？谁开科举士了？说出来，朕罚他们。这公务员考试不就是开科取士吗？开科取士考的是什么？45经，对吧？朕的公务员考的是什么？奇迹云锦。这二者完全不搭边吧？昏君，你这是强词夺理。朕强词夺理。我们当时白纸黑字1式2分可写的清清楚楚，你们出钱朕废科举，朕现在明指天下废了科举，怎算食言呢？昏君，你这是要跟门阀士族硬刚到底了？你就不怕明天一早这满朝文武都不来上朝？好啊，他们不来上朝正好，朕正想启用一批新人呢。这3条腿的蛤蟆不好找，2条腿的人满大街都是啊。这朝廷运转可不是一群新人所能掌控。巧了不是？朕的这位皇后啊，最近编写了一本朝廷务实手册，照着这本书去做，即使是新人，也不会出错的。哎呀，皇后还得是你呀，贤良淑德，写出这么好的书来。哎呀，爱妃，如果有你们2个人在朕身边，朕真的是觉得心好暖啊。这纸为何这么白？哦，这个呀，是朕做的书籍用纸，还有擦屁股纸的，一会儿享受一下啊。这字为何一模一样？这个是朕新发明的印刷术，一日可印万。陛下手握利器，曹明德甘愿拜服。这就对了嘛，趋吉避凶者才为君子。你们2人迷途知返，也不算完。还望陛下给门阀士族一条生路。朕这里呢，还有炼钢、混凝土2门技术，可传于你们，每年赚1000万两不成问题。朕要门阀世家永远退出朝堂。多谢陛下。陛下既然已经有了置门阀士族于死地的利器，为何还要向他们妥协啊？这正所谓啊，治大国如烹小鲜，多动则易烂。如今大禹朝野风雨飘摇，朕若是把世家门族逼反了，反而得不偿失。可就算是这样，也不能交给他们技术啊。这有位伟人曾经说，所谓政治，就是把朋友搞得多多的，敌人搞得少少的。朕交给他们技术，他们就成了朕的朋友。那恭喜陛下，又少一个敌人。让他们赚这么多钱，便宜他们了。这钱赚到啥时候是个头啊？让谁赚不是赚呢？他们赚了钱，只要老老实实的给朕纳税就行，否则……陛下似乎又在给人挖坑了。哼，他们老老实实，朕就安安分分。还令朕昏君！没想到这个昏君竟然暗度陈仓，招收了公务员，还摆了本王一道，连门阀士族与本王都离心离德。没了门阀士族的支持，王爷可谓断了一条臂膀啊！没有了门阀士族的支持，本王宫里面还有内应，还有3圈死士，还有倭国和北元的支持。倭国和北元狼子野心，觊觎燕云16州已久啊！只要本王能够登上大位，有了燕云16州，又能如何？那王爷，我们现在该怎么办？现在敌上我弱，李斯又掌管着京城的禁军，我们只能够静待时机，找到李斯的弱点，去弹劾他。苏海啊，都说这后宫佳丽3000，朕却只有王后和王妃，有些无趣啊。
陛下，想找些乐子，可以去青楼看看。哎，怎么把青楼给忘了？勾栏听曲，插花弄玉，是每个男人的梦想啊。这个主意不错。全京城最好的青楼叫什么？陛下，全京城最好的青楼叫百花楼。带朕更衣。是陛下。哟，两位爷进来玩呀！今天是我们百花楼有特色的节目哟。啊？什么特色节目？今天是我们百花楼如烟姑娘的梳拢日子。梳拢？陛下，梳拢就是初夜。听说这如烟姑娘啊，是京城第一美人，有沉鱼落雁之容，碧玉羞花之貌。是吗？那朕可得去瞧瞧。都别跟我抢啊！今天本少爷一定要拿下如烟姑娘的初夜。你说什么东西？也配得上如烟姑娘？家父乃是吏部尚书张翰，李丞相的左膀右臂，你说本少爷配不配？原来是张少，小人有眼无珠。哼，这竞拍要不是拼爹，有钱就行。小子，你是不把本少爷放眼里是吗？就是你爹我都不放在眼里。既然胆敢在本少爷面前大放厥词，信不信我找人弄死你？来来来，你弄死我！来人，把他给我拖出去，乱棍打死！哼！慢着，今天是我梳拢的大喜日子，还希望二位公子给如烟一个面子。看在如烟姑娘的份上，我就饶你一条狗命。哎呀，要不是如烟姑娘在啊，你早就死10回了。两位公子要是想做我的入幕之宾，可是不容易呀。不仅要有才，还要有才。本少爷乃是京城第一大才子，如烟姑娘的入幕之宾一定是我。哎呦，你这闭气练得很不错吧？应该。两位公子稍安勿躁，我们花魁竞拍大赛开始。起拍价5000两，前3名可进入文采的比试环节。5000两，这么贵？我就是要倾家荡产，也要迎接如烟姑娘的芳姿。我出1万两，我出2万两。一帮穷鬼还跟我比有钱，我出3万两，3万01两。别3，居然只加1两，4万两，4万01两。你是存心来找茬的是吧？哎，这当家做主的得学会精打细算。5万两，5万01两，我出10万两。哇，这吏部尚书家这么有钱啊！你还加不加了？我不加了，哎，进前3就行了。那是穷逼呀！哎呀，咱们走着瞧，看看这如烟姑娘啊，到底花落谁家？好，现在前3名已经决出了，接下来由如烟姑娘出题。奴家自幼好音律，谁要是能在音律上打动奴家，奴家就选谁为今日的入幕之宾。这如烟姑娘真是可心啊！知道我古筝师从大家伯牙子，特地出这样的题目，想与我共入渊梦。怎么样，小子，会弹吗？略懂一点吧。略懂就敢拿出来和本公子相比啊？啊？正好，我最近新发明了一种乐器，名为吉他。苏海，正好还发明乐器，一定又是什么下里巴人的音律吧？啊，对对对。这吉他是何物啊？我从未见过。看好了啊！如小姐，我这一首《如烟小姐》
可如何？此曲只应天上有，人间哪得闻几回。那此局谁能胜出啊？公子的吉他和张少的古筝可谓春兰秋菊各揽胜场，不如再战一出。哎呀，可以倒是可以，不过就是不知道这张公子敢不敢呀？本少爷有什么不敢的？那如烟姑娘，出题吧。我有一个千古绝对的上联，谁要是能对出下联，谁就是我今天的入幕之宾。好，如烟姑娘，请。一乡二里，共三夫子，不识四书五经六艺，今教七八九子，十分大胆。时街九巷，藏八青楼，只迷七情六欲五毒，拉4、3、2课，一等下流。如烟姑娘，这下联满是污言秽语啊，粗鄙不堪啊！好，那我再给你来个高雅点的：14九僧藏八卷轴，谨遵七戒6道5律，却无4、3、2图，一筹莫展。不可能，你们肯定是事先串通好了。哎呀，你这是输不起了。如果不是串通好了，你怎么能这么快就对出这千古名对啊？我才高9斗，学富百车，不行吗？你肯定是作弊了。这样吧，我出一个上联，你如果能对得起这下联，你要跟我比，怎么着也得拿点彩头出来吧？你要什么彩头？10万两，输的人给赢的人10万两。好，君子一言，驷马难追。小子，别太得意，想从我手上拿钱，还得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。哎呀，别磨叽了，赶紧出题。本少等着跟如烟姑娘聊。听好了，我这上联是寂寞寒窗空守寡，怎么样，小子？对不上来吧？对不上来就赶紧说这东西回来啊！就这，我闭着眼睛都能给你对上来。俊俏佳人伴林宾。哎呀，要不要我再送你一个呀？江海汹涌泛波涛。你肯定是作弊了。题目是你出的，我怎么作弊呀？愿赌服输10万两银子。想拿我的钱，你至少得有命花吧？多荒谬呀！你这是愿赌不服输啦？来人，把他给我拿下去！公子，强龙不压地头蛇，不如公子退让一步。梅花泪为何在？你究竟是什么人？我是你惹不起的人。你要是敢动我一根毫毛，我爹不会放过你的。张翰有你这么个坑爹的儿子，后悔惨了吧？把他给我带下去，去张翰家里管他要钱，10万两1分都不能少。公子文采斐然，如烟佩服。这文采啊，只是我的弱项，我的强项呢，在床上。既然公子已经赢了比赛，公子就是我的入幕之宾。公子请。皎皎兮似清明珠，飘飘兮若回风中。如烟姑娘，人间绝色，果然是名不虚传呀。公子为了我一个青楼女子，得罪了权势滔天的吏部尚书，就不怕他们报复吗？欠债还钱，天经地义，我怕什么？张少爷是不会放过你的，你死定了。那我宁可死在如烟姑娘的牡丹裙下。所谓牡丹花下死，做鬼也风流啊！青楼的女子果然厉害，懂得花样就是多，害得老子腰也酸了，腿也软了。公子也真厉害，害得奴家起不了身。如烟，不如我们再大战300回合如何？公子，你可饶了奴家。如烟，我为你赎身，你愿意吗？你们男人是不是特别喜欢劝妓女从良？此话怎讲啊？
这世上有哪个女人愿意沦落风尘？谁不想做一个正常的女人？那我为你赎身，你愿意吗？为我赎身可要100万两，你可舍得？100万两，这么贵？我就知道你舍不得。男人的嘴，骗人的鬼。我怎么可能会舍不得呢？只不过这个价格是谁定的？百花楼的东家。这百花楼的东家又是谁啊？靖王殿下。他怎么怕了？他一个无权无势的王爷，我会怕他？吹牛谁不会？如烟，先委屈你在百花楼待几天，等我去把晋王处理了，就回来接你。你一个书生，你怎么可能斗得过靖王殿下？小飞棍来喽，陛下。晋王的事儿查得怎么样了？启禀陛下，梅花内卫已将晋王的罪证收集齐了。好，张翰那边呢？张翰答应，只要陛下肯将他的儿子放了，愿意供您驱蛇。你去把晋王的罪证交给张翰。是。陛下，为何要将晋王的罪证交给张翰？张翰是李斯的人，交给张翰就等于交给李斯。为了一个青楼女子，陛下当真要改变三足鼎立的规矩？笑话，朕怎么可能因为一个女人就自废武功啊？那陛下为何将晋王抛出去？李斯抓到晋王的把柄，肯定会弹劾晋王，晋王必然反扑，他们二虎相争，我们坐山观物。那陛下又有什么打算？朕借礼仪之争，杀礼部尚书陈英，借倭人之手除掉刑部尚书蔡酉，左都御史李春山，再借贪灾镇抚之名，流放户部尚书及李斯同党30余人，这是断其枝叶。接下来，朕就要借其据。那陛下，李斯的羽翼都有谁啊？吏部尚书张翰，国子监祭酒陈庸，禁军统领司马师。张翰手握天下官员考核之权，陈庸掌控势力，可以引导舆论。司马师把持10万禁军调度，这3人可谓是李斯的左膀右臂。张家3代单传，只要能拿捏住张翰的儿子，他张翰就会为这所用。李斯心腹以3拒其1。陛下这是挖下深坑等虎豹，放下金耳钓金鳌。等着吧，迟早弄死你，李斯。哎呦，舒服。哎呀，这皇后手劲深得朕心啊！爱妃，哎，丞相，你这大清早的，这不太合适吧？朕正和2位爱妃这温存呢。陛下，启禀陛下，晋王结党营私，图谋造反。啊！晋王造反？他是我亲叔叔，不可能吧？臣有真凭实据。呈上来。晋王结党营私，豢养私兵，还里通外国，这能是真的吗？启禀陛下，此事千真万确。那丞相觉得如何是好呀？启禀陛下，晋王谋逆，获罪天地祖宗，当杀无赦。哎呀，那这不行。为何？你看，晋王是太妃的红颜知己啊，若是朕杀了晋王，那太妃就不理朕了呀！陛下怎能为了一个女人，朕社稷江山的安危于不顾，放纵无地之人？朕爱江山，更爱美人。那陛下准备如何处置晋王？朕听说晋王很有钱，是不是？晋王富可敌国，天下人皆知。那这样，咱们把他家抄了，没钱他拿什么造反？可以，然后把抄来的钱给朕建一座虎豹房，豢养虎豹摄像，供朕安乐。陛下圣明。苏海，送客。臣告退。太妃如此着急的唤朕前来，有
可要是啊，太妃果然还是那么的美，美得不可方物，令朕心动不已啊！太妃，这是又要为晋王鸣不平啊！昏君，晋王殿下品性高洁，爱民如子，不负朝廷，你凭什么抄他的家？一个残民虐民、逼良为娼、大肆敛财、里通外国的晋王，在你眼里是如此品性高洁之人。你冤枉晋王！朕需要冤枉你。总之，你就是胡说。昏君，你想干什么？你2次行刺于朕，朕不得讨点利息回来呀？太妃的身上还是那么香啊！混蛋，你放开我！行了，现在我们扯平了啊！朕会择日昭告天下，说太妃思念先帝成疾，封敕。朕有必要骗你吗？王爷，臣妾现在已是自由之身，可以与王爷长相厮守。那个昏君会这么好心放你出宫，是不是他已经玩腻了你啊？王爷，你怎么能这么说？难道不是吗？王爷，我做这一切都是为了你。你还有脸说是为了本王？本王被弹劾是你在哪儿？昏君要抄我家时，你为何不劝？现在那个昏君不要你了，你都想起本王来了。王爷不是说过，无论臣妾变成什么样子，王爷都不曾嫌弃臣妾。你觉得本王会要一个残花败柳？我明白了，我没用了，所以王爷就弃如敝。站住！本王让你走了吗？不知王爷找臣妾还有何事？走之前，本王想借你点东西。臣妾现在已经身无长物，不知有何还能借给王爷？当然是要了你的命。你想干嘛？昏君逼奸母妃，太妃不堪受辱，跳河自尽，攻击昏君，这是多好的礼物啊！秦妃，你好狠！来人！秦妃，你不得好死！你还敢骂我？好，将这个臭婊子给我扔到护城河中。秦妃，秦妃！你醒了？你为什么要救我？好歹我们也是一夜夫妻，朕可不想陌生3年的盟约。你也是来嘲笑我的吗？人生在世，谁还没遇见过几个渣男？有一种爱叫做放手。放手，然后呢？你还有朕啊！你说晋王跟本相合作，这当中会不会有诈？晋王府被抄，晋王失势近在眼前，这个时候提出合作，只不过是苟延残喘罢了。有道理。不过晋王狼子野心，不能不防。让晋王联络倭寇和北元，让他们陈兵边境，做出攻打大禹的态势。丞相，这样会不会搞大了？哼！程瑾掌控30万精卫，我们想要逼宫，就要把程瑾从京城要
是。启禀陛下，边关来报，俄国和北元两国陈兵北境，欲南下入侵我大禹啊！他倭国比试输了，没把女王送来给朕当通房丫头，居然还敢出兵攻打我大禹，简直岂有此理啊！陛下，边关告急，应该立即调派大军。那就赶紧抽调兵马与粮草发往北境。陛下，现在各地守军都忙于剿匪，朝廷可用之兵马也只有京城的30万精卫。那就抽调精卫发往北境。陛下不可，精卫的职责乃是保卫京城安全啊！北元和倭国打进来，大禹就没了，还要什么京城啊？大军征战需要粮草，如今国库空虚，恐怕难以支撑。丞相觉得如何呢？陛下，臣以为应该立即停止修建升仙台、避暑山庄、瑶台和豹房。那不行，朕都答应两位爱妃带他们去玩了。如今国难当前，陛下不应贪图个人享乐啊！朕意已决，不必在意。丞相，这大军出征大约需要多少粮草？30万大军出征，至少需要民夫50万，粮食500万担，军饷2000万两。竟需如此之多！丞相，你莫不是想发威？哎呀，陛下，臣绝无此意。这个枢密使可以作证。确实需要这么多钱粮啊！诸位爱卿，有哪位能替朕解决粮草问题的？你们身为朝廷命官，拿着朝廷俸禄，整天尸位素餐，上不能匡扶社稷，下不能保境安民，这要你们何用？陛下，国库空虚，并非一朝一夕，而是多年积弊。朕不想听解释，朕只看结果。我大禹200年社稷，如今危如累卵，你们一个个却还在推三阻四，令朕很不爽。臣等有罪。够了，费那么多话，谁能帮朕解决钱粮问题？封官加爵不是梦想。退朝。枢密使，陛下有请。陛下，赐座。枢密使，若是我大禹同时对阵北元与倭国，有几成胜算？胜利最多3成。为何如此之低啊？北元乃游牧民族，士兵生性坚强，擅长骑射，来无影去无踪。而我大禹以步兵为主，对阵骑兵，胜负最多也就是5之数。再加上30万倭军双线作战，3成胜率已是高估。父亲，您身经百战，也不能战胜北元和倭国的联军吗？苏海，陛下，这不是那天在朝堂上打死倭人的神器吗？哎呀，这神器威力巨大，如果能够大量装备精卫，臣有5成把握能够打赢北元和倭国联军。枢密使再看那手雷，这手雷威力巨大，可破巨石。若是再将这手雷装备上，有几成胜算？最少有7成。为何还有3成失败的可能？因为长居繁华之地，士兵耽于享乐，疏于训练，战斗力不强，国库无银，
拖欠士兵的粮饷已久，如今是兵无在心，将无在意。另外，枢密使但说无妨。另外，朝中有人里通外国，臣最怕他们对粮草和辎重出手，掣走大军啊！原来如此啊，看来攘外必先安内啊。陛下，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军需，大军未动，粮草先行。几十万大军吃喝住用，不是一笔小钱呐。区几百万担粮食和几千万两碎银，朕手到擒来。陛下是不是又准备抄那些贪官的家了？陛下，万万不可！大敌当前，一旦朝局不稳，得不偿失啊！这种自断臂膀的事情，朕还是不会去做的。那陛下准备怎么办？爱妃啊，你知道咱们大禹最有钱的人是谁吗？自然是李斯那个大奸臣。爱妃，你错了。大禹最有钱的人不是李斯，是商人。商人？对，他们的手里有数十亿两白银。民无商不活，国无商不兴。商人无罪，陛下万不可做枪民害民之举啊！无农不稳，无功不富，无商不活，这些基本的治国道理啊，朕还是懂的。不从商人手里抢，那陛下准备怎么搞钱？朕是昏君，又不是傻子。跟商人搞钱最好的办法是什么？跟他们做生意啊！公子本事可真大，居然把晋王给斗倒，拿下百花楼。哎呀，这算什么呀？我呢，只不过是利用了丞相和晋王之间的矛盾，略下挑拨而已啦。各位老板，欢迎参加咱们大禹首届拍卖会。那我们接下来将拍卖3种商品的区域代理权啊。这位老板，何为代理权？所谓代理权啊，就是商品在某个区域销售的权利。打个比方啊，比如老板您啊买了京城的代理权，在京城啊，我只供应商品给您。不知道都有什么商品？我们这第一个商品啊，是这昊天明光镜。来是这梅花内卫啊，派了30名密探从西域偷回来的技术啊，纤毫毕现，精亮无比呀！这可是宝物啊！好，那我们首先就拍卖这京籍26县的代理权，底价5万两。5万5千两，我出6万5千两。没钱的给我滚一边去！我出10万两。看样子如烟很想做生意啊。奴家一介女流，公子不怕奴家出面做生意会遭人非议吗？听奶奶，孤家还不种庄稼了。自古名满天下者必谤满天下，何必在意他人言语啊？那公子真的可以让奴家抛头露面吗？我又不是什么迂腐之人，看样子你很想做生意啊。如烟姑娘出价15万两。如烟姑娘出价15万两，还有更高的价格吗？这15万两一侧，15万两两侧，15万两3侧。成交。这代理权由如烟姑娘获得。谢谢公子。区小事不足一提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要拍卖金陵36县的代理权，底价依然是5万两。这位老板出价。我出8万两。9万两。我出10万两。我出15万两。我出18万两。陛下，陛下，启禀陛下，整个拍卖会总共收了3260万两，其中独家代理权2260万两，剩下的660万两是贷款。很好，苏海，你这次办事得力啊！陛下运筹帷幄，奴才只是略尽绵薄之力。苏海，这次
你为大军解决粮草问题有功，朕要重重的赏你。朕封你为城阳侯，赐丹书铁券，与国同修。谢主隆恩。陛下，宦官封侯，古今未有，恐遭非议啊！有功就要赏。朕说过，谁能帮朕解决粮草问题，朕不吝赏赐。昏君还真是幸运，有苏海这个阉人相助，轻松地解决了大军粮饷的问题。丞相，这可是大好事儿啊！这怎会是好事？大军有了粮饷，金卫就能开拔，京城就成了丞相囊中之物。另外，他封阉人为侯，亘古未有，废除昏君又多了一条理由。的确如此。另外，昏君作恶多端，京城士子抱怨已久，不如我们让京城士子叩阙成情。叩阙？对，丞相，欲行大事，必先争取百姓支持，而民意大多由士林掌握。士子叩阙成情，搅动舆论，将昏君所作所为告知天下百姓。现在掌握昏君多少罪状？回禀丞相，下官收集到昏君宠幸后宫、乱设刑罚、奸淫母妃、任用宦官、不理朝政等10数条罪状。把晋王推出去，再给昏君添上一个戕害宗室的罪。丞相，晋王可是我们的盟友。晋王已经完成了他的事，更何况晋王活着，那大魏何时能轮到老夫啊？丞相手能及时，下官这就去办。有事启奏，无事退朝。陛下，臣弹劾晋王勾结北元与倭国，准备里应外合，意图颠覆国大禹王朝。朕不是已经把晋王的家抄了吗？他怎么还敢勾结北元和倭国呀？正是因为陛下下旨抄了晋王府，晋王内司竟怀恨在心，请北元与倭国暗中起兵呢。日防夜防，家贼难防。这晋王好大的胆子！陛下，晋王之罪，罪在不赦。今日他敢里通外国，明日他就可谋朝篡位。陛下，臣请将其诛九族，以儆效尤。诛晋王9族，丞相这是想连朕一起杀了？陛下，臣失言了。苏海，传朕手谕，晋王勾结北元与倭国，下诏谕，说破命，愚者全部。是陛下。陛下圣明。密儿，密儿，朕已将晋王下诏谕，秋后问斩。我与晋王早无瓜葛，他的死活与我无关。如此甚好，不乱于心，不念于情，不畏过往，不畏将。没想到你还有几分文采。多的是你不知道的事。我问你一个问题啊，你老实回答。你是不是一直在伪装成昏君？朕本来就是昏君啊，本色出演啊。昏君能将所有人都耍得团团转。蜜儿，你是不是对昏君这2个词有什么误解呀？怎么说？昏君是指昏聩不明、荒淫无道的皇帝，而不是傻皇帝。陛下，国子监祭酒带着世子在空前叩阙，丞相请您前去相商。天子无德，戕害百姓，淫乱宫廷，宠幸宦官，乱设酷刑，乱杀宗室，而今庙堂之上设计危如累卵，国朝养士120年，仗义使节只在今日。天子无德，上道，天
诸爱卿，这国子监世子围住皇城门口叩阙陈情，该如何是好？陛下，世子宫外叩阙，抨击朝政，陈情献策，乃忠心为国，其心可表。丞相，朕是在问你该怎么解决，不要在这给我兜圈子。按制，世子宫外叩阙，陛下必须接受陈情。没有什么回旋的余地吗？没有，要么陛下答应他们，要么陛下从重处罚他们。混账！他们要求朕下罪己诏，朕也听他们的。陛下，如今我大于江山，天灾频发，战乱四起，奸佞当道。丞相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臣以为，陛下当下罪己诏，检讨自己过错，祈求上苍原谅也未尝不可。丞相此言差矣，朕乃天子，怎应有错啊？陛下，上云有云：其二万方有罪，在于一人；一人有罪，无以尔万方。百姓有错，天子当下罪己诏。百姓有错，那是他们的错，让他们自己承认错误，跟朕有什么关系？朕不背这个锅。陛下，历朝历代君王都下罪己诏，他们是他们，朕是朕。朕是从古至今以来的明君，怎么可能有错？如今世子群情激愤，稍有不慎，恐酿成惨祸。朕倒要看看能酿成什么惨祸。禁军统领何在？臣在。你立刻率领禁军去把宫门外闹事的那群世子都给朕抓起来。陛下，万万不可。有何不可呀？倾听民意，乃为君之道。世子叩阙请命，陛下当以认真听取劝谏。朕乃天子当嗣武艺，有见者朕杀之，杀500人，岂不定？司马师，愣着干什么？爬出去抓人去！臣遵旨。慢着，宫门外带头的那个人叫什么？是不是陈庸啊？把他先抓起来，给朕砍了！陛下，陈庸乃国子监祭酒，大于文魁，杀了他，恐天下士子不会答应。他身为国子监祭酒，带头说朕坏话，砍了也好，杀鸡儆猴。臣遵旨。苏汉，你派几个梅花内卫分别混入寇雀世子和禁军当中，制造点混乱，然后再给我多杀几个寇雀世子。是，陛下。陛下，世子乃国之根基啊。国之根基是百姓，而非世子。可陛下此举恐会尽失世子之心，还望陛下三思。皇后，这你就不懂人性了吧？陛下此话是何意？这帮寇雀世子，他们大多都不是想陈情，而是一群跟风狗，就想混圈子蹭热度博流量，给自己立一些刚正不阿、公忠爱国的人设。陛下，虽然我听不太明白你说的是什么意思，但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啊？他们啊，大多是想在士林混出头，给自己搞一个好仕途，一群精致的利己主义者罢了。陛下这样做有何深意？杀了陈庸，李斯、羽翼已3去其2，接下来就是禁军统领司马师。所以陛下这是要对司马师出手了。枢密使出征在即，京城防卫全靠禁军，朕有点放心不下呀。陛下，你不如直接拿下司马师，省得大费周章了。哎，朕可不搞什么欲加之罪何患无辞那一套哈，有罪就是有罪，无罪就是无罪。朕又不是什么昏君啊。就你还不是昏君呢？蠢货！这点小事你都做不好，我李家养你何用？大哥，我也没想到世子竟敢对禁军下手，事发突然，禁军也是不得已自卫，
死了多少士子？28人。丞相，这未必是一件坏事。怎讲？昏君曾在朝堂上说过：“吾作天子，当嗣无欲，有见者我杀之。”如果把这句话宣扬出去，那天下士子如何想？即刻去安排，定得天下人皆知，此事乃昏君指使。是。爱妃，爱妃，陛下，陛下，朕都说了多少次啊，男人不要大惊小怪、慌慌张张，成何体统？陛下，大事不好了！说，陛下，禁军杀了寇雀世子后，各地士子蜂拥而至，聚在宫门，数量达万人之多。哎呀，这个李斯啊，是真会说呀！陛下，上万名士子寇雀，肯定出大事了呀！你怎么还有心思笑啊？哭也是一天，笑也是一天，不如开开心心过好每一天。陛下是不是早有谋划？看陛下这样的表情，像是志中在握。皇后懂朕呀。那陛下打算怎么对付世子？朕打算舌战群。司马师，你这个废物东西啊！朕让你杀陈庸，你杀那么多士子干什么？陛下事发突然，禁军也是为了自保。丞相，现在群情激愤，朕该怎么办？陛下，为今之计，应当惩处杀人凶手。对，先惩处杀人凶手。来人啊！司马师给我拖下去。陛下，司马师不是杀人凶手啊！是，朕知道，但是杀人的人是禁军，司马师是禁军统领，司马师就……不过丞相放心，朕知道司马师是你内弟，朕只是关他2个月做做样子，等世子怒气平息之后，朕自会放他出来，让他重新掌管禁军，并加封他为侯。丞相若是不信的话，朕现在给你诏。司马爱卿呀，真委屈你了。臣虽不才，愿为陛下分忧解难。那现在杀人凶手惩处了，我们该怎么办呀？陛下，臣以为应当安抚士子。怎么安抚？给他们钱，赏他们饭，给他们美人儿。陛下，此事由世子寇雀而起，陛下必须接见世子，听取世子陈情。那朕就见见他们。不过什么？不过朕真的不知道怎么应付世子。不如丞相和张尚书这几日先留在宫里，教教朕怎么应付世子。臣遵旨。苏海啊，传令下去，从寇雀陈情的士子中挑选5人为代表，3日后进宫陈情。是，陛下。陛下将李斯留在宫中，此举何意？将李斯留在宫中，他就不能与外界联系，朕。陛下打算做什么？苏海传朕的旨意，兵部尚书李可染暂任禁军统领一职。另外，你拿着朕的王令去城外禁军大营，下令各级将领对调，如有违令者，斩。对调将领，这有什么用？这事儿我知道，在军队呢，每个将领都有属于自己的心腹，有了心腹，才能如臂指使的指挥军队。对调的将领就没有办法指挥军队了。哎呦，爱妃，我怎么才发现我家爱妃是如此聪慧过人啊？我爹可是枢密使，这点将门招数我还是知道的。陛下现在已剪除奸相羽翼，接下来打算怎么办？如今剪其枝叶，断其羽翼已经完成，接下来朕要奸其腹筋，缚其手脚。陛下，
既然那奸相已经是孤家寡人了，你不如直接把他杀了，省得那么麻烦。李斯盘踞相位多年，门生故吏遍布朝野。朕若是随意将李斯杀掉的话，朝局就会动荡，那些攀附他的门生和官员就会牺牲。那陛下接下来打算怎么安抚官员的心呢？朕在等契机。尔等闯宫寇阙，是何居心啊？我等闯宫寇阙，只因陛下昏庸无道，致使庙堂之上朽木为官，殿壁之间禽兽食禄。朕昏庸，何出此言啊？陛下乃无道昏君，天下人皆知。大胆，竟敢口出狂言，污蔑圣上！舒海，退下。所谓锣不敲不响，理不辩不明。说朕昏庸，可有证据？民间传言，陛下胸无点墨，不学无术，不是昏庸是什么？民间传言就一定是真的吗？朕自幼博览群书，学富五车，博古通今。吹牛谁不会？吹牛？那你可曾听过朕做的一首《水调歌头·明月几时有》呢？那是你抄诗神苏东坡的诗词。那这样，朕给你们5个人，每人4次机会，你们出题目，朕来答。朕若是答不出，朕便承认自己是昏君。姐姐，陛下好狂，狂也有狂的资本呀。陛下所言当真？朕乃天子，一言九鼎。哼，老子熟读唐诗宋词，这还能难倒我？爱妃，替朕斟酒。纸来，墨来，笔来。皇后，替朕誊写。风解落三秋叶，能开2月花。过江千尺浪，入竹万竿行。花，春眠不觉晓，处处闻啼鸟。夜来风雨声，花落知多少。千山鸟飞绝，万径人踪灭。孤舟蓑笠翁，独钓寒江雪。远看山有色，近听水无声。天街小雨润如酥，草色遥看近却无。两岸猿声啼不住，轻舟已过万重山。五位世子，朕可是胸无点墨，不学无术啊！绝不可能。这20首诗，每一首都可以千古流芳，肯定是你抄别人的。抄别人的，你也算是饱读经书，可否说出来？朕是抄谁？就算陛下才华盖世，万绝古今，但也不能掩盖你有才无德的事实。有才无德，这又是从何说起啊？陛下宠幸后宫。食色性也，朕宠幸后宫何罪之有啊？难不成要让朕孤独终老，让大禹绝后吗？那也不能让后宫干政。朝廷政务一直是丞相在主持，朕都极少过问，何来后宫干政一说？就算后宫没有干政，陛下发明炮烙、菜盆、凌迟等酷刑，也是庸君所为。那你可曾见过这大禹有谁用过这些酷刑？如有，你告诉朕，朕来罚他。原户部尚书李丰就被陛下用过刑。李丰流放边疆时，成千上万的百姓都见过他。那你们可曾见到他身上有被用过酷刑的痕迹吗？好像没有。就算没有这些，你逼奸母妃，致使太妃投江自尽，总是真的了吧？一派胡言！朕何时做过这等禽兽之事？此事天下人尽皆知，由不得你抵赖。
在你眼里，那太妃是不是已经死了？自然是死了。苏海，宣太妃。宣太妃，介绍一下，这位就是你们口中的太妃。不可能，你肯定是随便找个人来骗我们。满嘴胡言！你问问这满朝文武，她是不是太妃？你为何打人？朕打你都是轻的，你污蔑太妃清白，传旨下去，若再有人污蔑太妃清白，杖50，流放岭南。举报者赏银100两。靖王乃是先帝的亲弟弟，陛下将其下狱，难道不是昏君所为吗？苏海侯啊，你来给这位世子解释解释。晋王勾结北元与倭国，意图颠覆大禹江山。不可能，晋王乃是贤王。晋王意图谋反，证据确凿，毋庸置疑。就算晋王罪有应得，那重用宦官总归是真的吧？朕何时重用过宦官啊？你封宦官为侯，难道不是重用太监？苏海宫中体国，为大军筹饷3000万余两。他对朝廷有功，朕难道不应该赏他吗？那些商人都是被奸贼所逼。你调查过吗？如果不是权势所迫，谁愿意拿钱给一个宦官？朕问你，朕是不是这全天下最有权势的人？那是自然。那朕告诉你，朕为了拍下昊天明光镜的京城代理权，花了15万两。你们串通一气不算。那朕再告诉你，这在座的所有官员都在争着抢着拍下代理权。不可能，他们为什么这么做？因为这生意能赚钱。朝中滚滚诸公都钻进钱眼里，你用他们治理国家，还说自己不是昏君？人生在世皆有欲望，或贪名，或贪权，或贪利，或贪色。官员爱财，这很正常。你这是鼓励官员贪污受贿。官员若贪污受贿，自有御史监察弹劾；若查证属实，自有律法惩治，用不着朕操心。你连贪官也用，还说不是昏君？那朕问你，这古往今来有多少清官，又有多少贪官？清官如凤毛麟角，屈指可数；贪官如黄河之沙，不可胜举。朕再问你，清官就一定好，贪官就一定坏吗？清官自然好，贪官自然坏。清官只是廉洁而已，不代表他能办事儿。朕要的是为官一任、富民一方的人。朕也不怕他们贪污，也不怕他们结党，朕怕的是在其位不谋其职，做着茅坑不拉屎的那些人们。就算你说的有道理，难道你枪民害民不是事实吗？朕枪民害民，这又是从何说起？江南水灾是不是你下旨用麦麸、米糠救灾？是。这难道不是昏君所为吗？江南水灾时，国库正逢缺粮，朕又听闻用1斤米可以换3斤麦麸，才出此下策。原本就1个人的粮，现在可以救3个人。那你强征百姓修建升仙台、瑶台、豹房，总归是在奴役百姓吧？巧了，正好修建升仙台、瑶池、豹房的百姓今天要给朕来送万民伞，不如你来问问他。苏海，宣他们进。宣庶民觐见。二位啊，有人说朕奴役你，你来告诉他们，朕是不是在奴役你？胡说八道！是谁满嘴非分，敢污蔑陛下？自古以来，征伐徭役都是百姓世代粮食，有哪个皇帝会给百姓发钱？发钱？发什么钱？我们修筑升仙台、瑶台、豹房，每个月能领到2、3两银子，够养活一家人30个月的。如果这算徭役，那我们愿意被徭役一辈子。陛下是千古以来的明君，我等献万民伞，聊表致意。陛下，你今天可真帅。难得有爱妃夸朕一天啊！对了，陛下，
你真的要用贪官来治国吗？长江水清，黄河水浊，但是啊，长江跟黄河都可以灌溉两岸数百万亩的田地，因此呢，不能水清而偏用，水浊而偏废啊。可是贪官误国，一旦形成风气，百姓们不堪压迫起来造反怎么办？长江和黄河泛滥的时候呢，都需要治理。这其实就和惩治贪官一样，朕寻找一个机会，找到这个贪官，杀鸡儆猴。所以，陛下是要隔三差五的杀一批，以震慑他人。纵观历史啊，只要是权力存在，就会有贪腐，根治不掉的。在吏治清明的时代呢，也会有这种现象的存在。这个呀，就像韭菜，一波接一波，杀不完的。其实这也挺好的。这怎么会好呢？你看啊，民愤大时，朕杀个贪官，以缓解民愤，维护社会稳定。哎，顺便还能抄了贪官的家，这钱最后还不是回到朝廷身上？陛下这是放水养鱼。姐姐，这个家伙可真坏。朕还有更坏的呢。丞相，我们上当了，昏君把我们留在宫中，借机对调了禁军统领，现在我们已经无法掌控禁军了。没想到啊，这终日大宴却被验出了眼，老夫竟被一个昏君耍的是团团转。唉，昏君太会演戏了。不过丞相，现在该怎么办呢？想跟老夫斗，他还愣了点儿。丞相，即将安出。今日在朝会之上，秦渊表现得技惊四座，但还仅限于朝堂之上，在百姓的眼里，他还是个昏君。丞相的意思是，继续安排人手，丑化昏君。老爷，大事不好了！京城里出现一份报纸，将今天宫中发生的一切原原本本的公布出来。叔子，昔日太甚，是你逼老夫，是你逼老夫啊！没想到李斯这只老狐狸，就会被你这只小狐狸耍得团团转。朕是小狐狸，你就是狐狸精，咱们两个刚好是一个。胡说什么？我是太妃。大鱼太妃不堪民间流言，自缢身亡。这件事情已经登上了大鱼日报。你是不是早有预谋？朕为了得到你，可是下了不少功夫的。你的后宫妃子那么多，个个貌美如花，为何对我追着不放？人生有幸遇见，定不负相遇。朕这辈子最幸运的事情，就是遇到你。若不是你，我怎么能当上皇帝？花言巧语。朕可是真心实意。你我二人，始于初见，止于终老。油嘴滑舌。陛下，此为何物啊？这是工部刚研发出的迫击炮，一种远程打击武器。何为远程打击武器？开炮！好厉害的武器啊！朕已令工部造了5万支火枪，30万枚手雷，1000发迫击炮，还有30万枚炮弹。有了这些利器，你战胜北元和倭国有几成胜率啊？回陛下，有了这些利器，臣有10成的把握战胜北元和倭国。好，但是10成还不够。陛下，此话何意？朕不仅要求你战胜北元和倭国，还要你将倭国的30万大军全部留在辽东。为何要留下倭军？倭国觊觎我华夏已久，一直企图侵略和霸占我国地盘，狼子野心，昭然若揭。这次，朕要给他们一个血的教训，让他们知道，犯我华夏者，虽远必诛。臣定将留下30万倭军，留在辽东。30万倭军不留俘，
杀光之后铸金棺，勒石以令。朕要让倭国人生生世世都铭记住犯我华夏的代价。臣遵旨。丞相年事已高，还整日操劳国事，朕实在是于心不忍呀。哎，因此啊，朕决定拟建内阁，调刑部、吏部、礼部、吏部4部尚书入阁，辅佐丞相处理国事。陛下，臣以为似乎不妥。哦，丞相为何觉得不妥啊？这常言道，家有千口，主事一人。这内阁增了这么多的阁员，这政务何人做主？丞相为首辅，自然是以丞相为主，其他内阁成员负责辅助。朕主要是希望能帮帮您，排忧解难。那这阁员又做何事啊？内阁的功能分为2个，一是票拟奏章，给出初步意见；二就是批红，做最终决策。何人票拟？何人批红？自然是由丞相批红，阁员负责票拟呀。臣斗胆敢问陛下，若臣等意见相左，又该当如何呀？内阁总共5人，若是与丞相意见相左，可举手表决，以多数人的意见为主。若丞相还是觉得不妥，可以将最终决策权交到朕这里，由朕进行最终决策。甚好。丞相啊，你一定要带领内阁处理好国事，帮朕排忧解难，朕才能高枕无忧地带着几位妃子下江南，去领略大禹的大美河山啊！为陛下解忧，乃臣之职责。丞相，您说昏君建内阁，到底有何用意？昏君是想废除丞相制度，夺老夫的权。可是内阁成员都以丞相马首是瞻，这和丞相做主有何区别？这话虽如此，但人皆有私心，总有人不愿被老夫左右啊。丞相，下官一直是忠心耿耿，为丞相之命，是从绝无二心呐。如此甚好。丞相，您说昏君真会下江南吗？昏君若要是真下江南，老夫便让他有去无回。以内阁制取代丞相制，陛下这一招的确是高。只是为何让李斯同党进入内阁？枢密使出征在即，朝堂不能起任何波澜，稳定压倒一切。就算要稳定朝局，那陛下也应该安插1、2个亲信进入内阁，以制衡奸相。哎呀，皇后，你还是不了解人性啊！陛下此话怎讲？现在所有的内阁成员都是位极人臣，谁还甘愿屈居人下呢？他李斯想搞一言堂可以，再1再2，但是没有再3再4啦。他想搞一言堂，不出2月，他的心腹就会离心离德。我懂了，陛下这是阳谋，无论李斯接不接招，他都会失一大损。这就是陛下的见其复心的计划吧？严格意义上来说，是见其复心，复其手脚。他李斯啊，现在再想为所欲为，不可能喽。那陛下接下来准备怎么对付李斯？李斯虽然是野心勃勃、权倾朝野，但他确实是一位不可多得的能臣干将啊。只可惜他生错了时代，遇到了朕。所以陛下是准备放过李斯？朕呢，并非不能容忍之人。他李斯若是愿意效忠朝廷，朕保他下半辈子的荣华富贵。那岂不是便宜了奸相？爱妃，朕问你，何为忠，何又为奸呢？忠于陛下即是忠，忤逆陛下即是奸啊。那若朕真是个昏君，那岂不是忠于朕就会害民残民乃至虐民？这也算忠吗？
那肯定不算。对啊，所以中间从来就没有固定标准的，立场不同，中间也自就。甲之蜜糖，乙之砒霜。人心啊是最善变的。今日大奸之徒呢，并非不是明日的大忠之人，而今日的大忠之人呢，也不一定会是明日的大奸大恶之人。人的野心都是一步步成长起来的。对，所以说没有永远的朋友，也没有永远的敌人，只有永远的爱妃嘛。那陛下将政务交给内阁，是打算撒手不管了吗？现在朝堂稳定，其实有没有朕都一样，地球没了谁都一样转。陛下不理政务，接下来准备干嘛？朕准备继续做一个昏君。陛下明明刚刚洗脱昏君之名，为何又要重蹈覆辙？没办法呀，谁让朕的身边有2位这么倾国倾城的美人？陛下又开始装了。说说吧，你到底要干嘛？朕想做一个木匠。好好的皇帝不当，陛下为何要做一名工匠呢？朕准备亲自督造1000艘龙舟，带你们下江南，领略大鱼的山川之美，搜罗奇珍异宝。可是陛下，下江南耗费巨大，百姓定会怨声载道，苦不堪言呢。朕当然知道修运河要耗费很多的人力、物力、财力，但朕不得不这么做。为什么？因为修运河会带动很多的附加产业，这样才能让百姓富起来。所以，为了让百姓能富起来，您就心甘情愿当一名昏君。世人辱我、谤我、欺我，朕便由他、忍他、让他。朕的千秋功过，留给后世去评判吧。昏君，欺人太甚！昏君虽然建了内阁，但是决策之权仍然在丞相手中，并没有改变什么。丞相何必生气？难道你没看出来？这几日，几位阁丞与老夫都是怒目相向。他们只是不满丞相驳回他们的票礼，并无异样。这就是昏君的阴险之处，让阁丞与老夫产生嫌隙啊！那我们该怎么办？昏君这几日都在做什么？他整日跟工匠厮混在一起建龙舟，看样子他是真要下江南。让昏君不举，福脉千里，草会出现。他定是在设计陷害老夫啊！应该不会吧？昏君这几日连政务都不理，只顾造龙舟。听说他雇了几万人，同时造了上千艘船。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这里面定有阴谋。丞相，那我们该如何是好？解决不了问题，我们又解决制造问题的人。丞相的意思是，老夫也是逼不得已。你可愿追随老夫？下官定以丞相马首是瞻。好，老夫得了天下，定不会负你。多谢丞相。可是禁军并不在我们手中，我们拿昏君也没有办法。我们还有一个援军。援军？退下。是丞相大人。现在应该要叫首辅大人。王爷近来可好？不劳首辅大人费心，本王在这儿是有吃有喝。王爷又何必强撑呢？首辅大人不也是打肿脸充胖子？看来我们是同病相怜呐。说吧，你找本王所谓何事？老夫想与王爷合作一次，事成之后
以摄政王之职相酬，不知王爷意下如何？首辅大人，那说说你的计划。听说王爷在宫里有请来。陛下，这是十全大补汤。哎呀，这个男人的保养呀，真的是时刻都得做啊。陛下，陛下，来人，快查太医！陛下，陛下，太医，太医！丞相大喜啊！宫中传来消息，皇帝昏迷不醒，皇后下令封锁宫门。哈哈哈哈哈！好，就凭他一个乳臭未干的昏君，敢跟我斗？那丞相，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办？召集文武百官，进宫问安。哈哈哈哈哈！哈哈哈哈哈！太医，陛下到底怎么了？回皇后，陛下脉象羸弱无力，恐凶多吉少。什么？滚！滚！皇后，陛下病重，应早立储君。陛下没有子嗣，立何人为储君？陛下没有子嗣，先王的兄弟又被贬为了庶民。大禹已经后继无人了。老夫建议，陛下禅位。禅位给谁？自然是禅位给我。你死！你好大的胆子，居然想篡位！老夫也是为了大禹的江山社稷着想啊！好一个为了大禹的江山社稷！就算陛下和先帝没有兄弟，皇祖父也还有后人，轮也轮不到你。老夫想做的事，没人可以阻拦。你是想造反吗？来人，将这个逆贼给我拿下！都聋了吗？来人！你不用喊了，这皇宫已经被老夫控制。不可能，宫中禁军都是陛下心腹控制，你怎么可能控制皇宫？老夫仅需控制寝宫即可。你只身一人进宫，如何能控制寝殿？跟随老夫来的百官，皆是晋王的死士可办。你还请皇后用印。李斯，你做梦！干也得干，不干也得干。说，玉玺在哪儿？首辅，玉玺自然在朕的手里啊。你居然没事？这个你就得问问咱们张尚书。背叛老夫！老匹夫，当今圣上文治鲁公冠绝古今，乃一代雄主，吾乃朝廷重臣，岂能与你同流合污？何来背叛一说？今天一个一个的都活不了。来人！都给我杀了！
杀了！杀了！你们为何不动？好啦，海飞，你怎么会在这儿？你不是应该在辽东跟北原作战吗？忘记告诉首府大人了。10日之前，辽东传来捷报，我军大胜，坑杀倭国30万人。北原有10万大军，大人，我不是北原的对手。大人，时代变了，现在冷兵器与热武器相比，冷兵器只有被碾压的份儿。不可能，你在骗我！都这个时候了，朕骗你何用啊？难道晋王串通一气？晋王本来就是皇室血脉，他会眼睁睁看着大禹改朝换代吗？没想到老夫筹划多年，竟然功亏一篑，输在你这个昏君手里。你不是输在朕手里，你是输在你自己手里。我为何输给我自己？朕给过你那么多次机会，只要你退一步，朕都会保你后半辈子荣华富贵。可是你偏不，人心不足蛇吞象，你这是自寻死。是你一步一步的逼我反的。哎，好了，现在说这些没用了。李斯，你现在服个软，朕让你挑个死吧。李斯，我死也要让你们好过。皇后若是伤了半根毫毛，朕诛你9族。诛10族又如何？我死了以后，哪管洪水滔天？你这是准备鱼死网破了。你不能让你们好过。圣旨下，李斯谋反，诛3族。吏部尚书张翰检举有功，封为首辅大臣。晋王检举有功，恢复王爵，即刻就藩。